另外一边，绝望大陆再次热闹了起来。鬼皇95带领着自己的鬼巢，以遵繁谕令登陆并占领这座大陆。3日后，绝望大陆的异兽动物搬运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站在绝望大陆海边的鬼皇95脑海里隐隐接收到了一条信息：养老一族已经完成晋升至3级种族的所有条件，成功晋升至3级种族。下一刻，他只感觉一股热浪从腹部凭空升起，流向四肢，突破了。在养老一族晋升至3级鬼族的这一刻，他突破到了20级，成为养老一族第一个鬼尊。孩儿们，回家！鬼皇95深吸了一口气，才和准备接替后续工作的繁育成员挨个笑呵呵告别后，跳进海里准备游回去。接下来应该就没他什么事儿了。正常来讲，3级鬼族是要前往战争泥潭了，但他肯定不去。开什么玩笑？他脑子没病，就不可能前往战争泥潭，除非繁育要去，他可以跟着去，自己一个人打死不去。他此时此刻只想躺在那个特大号摇椅上，翻看着繁育史书，好好满足地欣赏下史书上自己的名字和事迹。玉荒族初建功，历久五阁。半月后，永业大陆所有人口已全部迁移到独眼大陆。直到此刻，所有人才得知繁育迁移他们是为了什么。为了检测他们当中是否还有漏网之鱼的同时，让所有人再淋一次金色大雨。陈凡站在独眼大陆边缘，望向一览无余的平原，确保没有躲雨的地方后，开始吧，他轻声下令。下一刻，安放在独眼大陆的所有鬼火被近乎齐瞬间点亮，如之前一样，只是每座鬼火都爆发出一道金黄光柱，光柱持续不断上升，越来越高，在视线尽头汇聚成了一道金黄光柱般直冲9天。紧接着，金黄色光柱猛地炸开，彻底碎裂，一场金黄色的大雨，亿万颗雨滴从9天之上均匀地洒向整个新大陆，洒在人身上。大雨结束后，繁育后秦阁继续安排人口通过海底隧道的高铁回到永业大陆，并未发现有残留企业人。时间一点一点流逝，日子又回归了平静，直至永业新历03年3月7日，陈凡正在无名山1号洞穴里忙活着。今天是周末的忌日，他要去崎岖岛看看周末。狱主身旁，王奎如往常一样汇报着，在过去的1年内，繁育共清除了不少2级鬼族，又收服了15座大陆。现在的繁育共拥有了22座大陆。经过去年1年的努力，繁育的鬼石储备也达到了1万亿枚。知道了。陈凡听完汇报后，没让任何人陪同，独自一人前往传送阵。白光闪过，陈凡已出现在崎岖岛。狱主守在这里的繁育成员顿时精神一振，身子挺得笔直，高声道：“陈凡，点了点头，直直走向周末所在的那座墓前。开棺。”是。很快，开幕起棺。陈凡望向面色苍白、安静躺在棺材内的周末，和张太平的尸体一样，身体上漂浮着金黄色的光点，这是死后服用天运的效果。天运不会增加崎岖岛的复活概率，但却会让尸体上漂浮起金黄色光点。具体有什么效果，不知道。问天灵也没有给出答案，但总归应该是好事才对。只是周末看起来依旧没有任何复活的迹象。陈凡对此也没有失落，从最开始的1天来一次，到最后1周来一次，直至距离他上次前来已经是3月前了。他不是忘记了周末，固然齐越担任新的战阁阁主后做的也很不错，尽职尽能，但他还是记得周末，想周末。只是他也渐渐释然了，崎岖岛复活一个人的概率太低了。繁育已经拥有崎岖岛1年了，至今为止，埋在崎岖岛上的人并未有1人复活。他想，崎岖岛的真正作用或许不是复活，而是给人一个念想。有的时候，他甚至怀疑崎岖岛其实根本无法复活死去的人。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躺在墓坑里的周末，也没烧纸，只是将纸钱放在墓碑旁，才转身离去，重新回到江北。早已经等候在传送阵旁边的万岁快步上前，跟着陈凡身后大步朝樊城走去。狱主，目前护翼大陆的玄天推进器已经全部安置完毕，均是20级，今天下午便是试投用时间。按照计划，狱主你需要前往现场。陈凡轻点了下头，他已经忘记了是清除哪个鬼族的时候获得了玄天推进器的建筑蓝图，但有了这个东西，大陆就可以移动了。先安置在护翼大陆上看看效果。之所以选护翼大陆，主要因为护翼大陆面积较小，比较省钱。说是大陆，其实也就是一座比较大的岛而已。就在这时，不远处，一条1米多长的鳄鱼正快速朝他奔跑而来，最后停在他脚边。扣扣，陈凡笑了起来，蹲下身子轻抚着扣扣脑袋。魏魏的沉睡时间比他想的要更久，自从服用了那颗异兽之心后，便陷入了沉睡。如今已经过去1年之久了。更离奇的是，魏魏的父母本在待产，但不知为何也纷纷陷入了沉睡。以前魏魏父母待产的时候可是没陷入沉睡的，原本应该出生的新的小崽也在魏魏母亲腹部里陷入了沉睡。一家5口，4个沉睡，只有扣扣。扣扣这1年来无聊了，总会来找他。扣扣不会说话，也不干什么，只是跟在他身旁，趴在地上看着。他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但扣扣好像不觉得无趣。至于扣扣身上的变化，药王谷最后那边给出了一个结论，不清楚有什么具体变化。反正苏醒之后的扣扣比以前体力和耐力好了不少，比魏魏都要强很多。当然，没有魏魏那种可以破戒的能力，他也不在意。他对此本来也就没太多期待。在他心里，扣扣还是一个孩子，繁育还没落魄到指望一个孩子来对繁育做出多大贡献。你哥哥不是留下了很多玩具吗？扣扣摇了摇头，眼里流露出一丝无趣。虽然不会说话，但陈凡看懂了，都玩腻了。你哥哥那么多玩具，你都玩腻了。陈凡有些诧异。扣扣又摇了摇头，随后又自得地张开大嘴，
吐出一棵极其美艳的桃树。你意思是，你哥哥的玩具都不好玩，你收集了你自己的玩具？扣扣自得的点了点头。不错。陈凡面色微微古怪的望向地上那棵桃树，这又是从哪弄来的？扣扣这些日子一直在跟随后勤阁清理战场的人员，前往各个大陆，虽然也帮不上什么太多的忙，只是看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扣扣也找到了不少喜欢的玩具。在得到了陈凡的鼓励后，扣扣像是找到同好一般，张开大嘴，吐出一个一个自己珍藏的玩具。陈凡笑盈盈的望向眼前这一幕，吞天鳄肚子里都有一个储物空间，和魏代分开的，能装不少东西。万岁也没再汇报，也笑盈盈的站在陈凡身后望向眼前这一幕。只是一炷香后，陈凡的面色渐渐茫然起来，他望向周围堆满了的玩具和面前那根通天柱，终于忍不住抬手打住，声音有些微微发颤。等等，扣扣，这根通天柱是……我知道，导弹储备基地那边上次和我说了，说你经常趴在他们基地外面盯着通天柱看，我就让他们给了你一根1级通天柱，当做给你的玩具。我是说，你为什么能将一根通天柱装进肚子里？陈凡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望向四周。通天柱在未启动之前，足足有数百米的高度。吞天鳄腹部是有储物空间没错，但根本不可能他妈装的下一根通天柱啊！而且扣扣吐出来的东西已经远超正常吞天鳄腹部可容纳空间了，魏魏肚子里可装不下这么多东西。扣扣偏着脑袋望向陈凡，瞳孔里有些疑惑，像是不知道陈凡在疑惑什么。等等，陈凡突然反应过来了什么，带着扣扣大步走上一旁的梵玉高铁。扣扣，你跟我来一趟梵玉无名山后方的导弹储备基地。扣扣，你试着多吞一些通天柱，装进你肚子里的储物空间里，装到塞不下为止。扣扣虽然有些不明白，但还是重重点头。下一刻，扣扣冲到一根通天柱面前，张开嘴，嘴张得并不大，甚至带着一丝大家闺秀的矜持，但面前的这根通天柱却开始快速变小，并消失在扣扣嘴里，速度很快，一根接一根。一个时辰后，万岁望向手里本子上的标记，眼里满是骇然的声音发颤道：玉主，扣扣共容纳了17209根通天柱。此时他看向扣扣的眼神里充斥着狂热和激动，这意味着什么？以后传输物资不需要频繁的通过传送阵，仅扣扣一恶便可承担一场大型战役的建筑运输。这个能力不是纸面上的能力，但应用在大型战役中却是降维打击。万岁望向扣扣的眼神愈发狂热起来。对于参谋阁来讲，如今的扣扣那就是核武器。陈凡呆呆的望向还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扣扣，忍不住笑了起来，干得漂亮，扣扣，哈哈哈哈！陈凡神情满意，大笑着转身朝一旁高铁走去。这应该就是扣扣上次异变后的能力了，很不错。恶意大陆，鬼皇95带着向阳一众手下，翘首以盼的等候在传送阵旁。今日是测试玄天推进器的日子。下一刻，白光闪过，陈凡带着瘸猴等人出现在恶意大陆。开始吧！随着一声令下，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恶意大陆海下一个巨大的玄天推进器尾端喷口开始喷射出猩红火焰。恶意大陆上共安置了1700座玄天推进器，此时启动了100座，强大的推力让恶意缓缓开始移动。与此同时，碎裂的声音传来，那是海底隧道碎裂的声音。这道原本连同新大陆和恶意大陆的隧道，伴随着恶意大陆的移动，缓缓塌陷。他们提前切断了这条隧道，他们用雷雨海域最深处的那种极其坚固的泥土堵塞住海底隧道，确保归位后还能重新连在一起。大陆开始缓缓在海面上移动。继续，伴随着王奎一声令下，同一侧的额外200个玄天推进器被再次启动，大陆的前进速度再次快了一点。今日主要是测试，多次实验后，王奎来到陈凡身边汇报道：玉主，玄天推进器安置的越多，大陆速度都会越快，但并不是倍数增长。按照目前的数据，永业大陆共计需要8000座玄天推进器，方可达到最优性价比。当然，如果玄天推进器能突破等级上限，也会提升速度。陈凡轻点了下头。就在这时，一则消息传来，玉主收到消息的瘸猴第一时间急促地冲了过来。活了！张太平活了！陈凡站在原地微微一愣，一时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一年来，他原本都对崎岖岛失望了，他甚至怀疑崎岖岛是否真的有复活效果。此时在听到张太平复活的第一时间，他的反应是茫然，直至在瘸猴再次开口后，陈凡才嘴唇微微发颤，传令回樊玉，让樊玉备好庆功宴，将张太平的遗孀接到崎岖岛，我们去接张太平回家。另外一个边，崎岖岛上，张太平从墓里爬出来，望向周围陌生的一切，他是第一个发现这座岛屿的。那个时候，这座岛屿只有中间有丛林，周围都是鹅卵石的沙滩，如今却变得陌生了许多，大片大片的墓地。活了！昔日的记忆在脑海里快速浮现，只是他并没有狂喜，反而隐隐有些绝望。他不知道距离自己死去过去了多久。他看见了旁边一座墓的墓碑，周末之墓。一股难以想象的绝望和茫然在他心头涌起。周阁主死了，或许已经过去了100年，他的妻子孩子都已不在世，甚至连陈玉主也。还有人记得他吗？还有人知道张太平这3个字吗？张组长身旁传来一道声音中夹着激动的声音。只见一个身穿樊玉服饰的成员不知何时站在身边。樊玉后勤阁守墓一组成员王飞见过张组长，玉主已收到消息，在赶来的路上马上就到。玉主还活着？自然。我死多久了？1年出头多一点。1年吗？张太平神情恍惚着，内心的那种无助稍微消散了一点。
但很快又指向身旁的周阁主事，此战牺牲，死于企业人手里。张太平沉默着没有讲话，他甚至都不知道企业人是哪方势力。这1年内，樊玉经历了多少危机，他不知道，但他知道樊玉这1年肯定不轻松，连周阁主都战死了。下一刻，崎岖岛上的传送阵闪过阵阵白光，陈凡等人已赶来。太平，陈凡站在远处，并未靠近。跟在他们身后的一个女人，则是在看见张太平的一瞬间，眼红瞬间通红，快步跑进张太平怀里，瞬间泪如雨崩。爹爹！而在女人身后，一个穿着开裆裤的肥嘟嘟男婴跌跌撞撞爬过来，最后才拽紧张太平的裤脚，抬头望向那张满是沧桑的脸颊，艰难地挤出2个字：爹爹亲。原本还在准备安慰妻子的张太平，听到这声奶声奶气的爹爹后，瞬间忍不住的眼眶通红，蹲下身子，将女人和男婴一同抱在怀里。陈凡和瘸猴等人没有靠近，只是默默站在远处望向这一幕，将时间留给几人。片刻后，张太平小跑到陈凡面前，右拳重重砸至左胸，深吸了一口气后高吼道：“樊玉商阁探索组17组州长张太平成功归来，见过狱主。”陈凡站在原地安静地望向张太平，对他来讲这张面容有些陌生，他从未单独和张太平见过面。在他得知张太平立功的时候，张太平已经死了，但对方做的事他却极其熟悉，就是这么一个对他来讲近乎陌生的人，为了他的愿景甘愿赴死。陈凡仅代表樊玉欢迎张太平正式归家。他拍了拍张太平的肩膀，上次遗漏的庆功宴，这次必须补上，走，回去开启。樊玉、无名山久违的庆功宴终于再次开启。樊玉日报头条几乎第一时间登报了这则消息：樊玉商阁17组州长张太平死而复生，凯旋归来。这场庆功宴迟到了1年，但好饭不怕晚，赶上了就好。众人已经许久没喝酒了，今日开心，一坛坛酒端了上来，直至夜深。席散了，陈凡以醉意袭来，率先离席，回到1号洞穴自己的石屋内入睡。而王奎则是不知何时偷偷离去，独自一人来到江北防线上，在浓郁黑暗下轻抚着身旁的石砖，低声呢喃着：“周末，周末。”他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或许也可以像张太平那样，将周末早点换回来。防线上不仅他一人，他看见了前方不远处站在城墙上发呆的小邱。狱主喝醉了，在王奎靠近后，小邱才轻声道：“王奎点了点头，站在小邱身旁，双手撑在城墙边缘上，望向远处漆黑的海洋。这还是我第一次见狱主喝醉，以前喝酒的时候，狱主基本上都是点到为止。狱主会不会在想，如果复活的是周末就好了？”小邱低声道：“可能，但不要随意揣测狱主，就算这样想，也是人之常情。只是被你说出来，就显得狱主有些过于冷漠了。”小邱没有回话，只是呆呆地站在原地。时间流逝，永夜新历03年4月18日，魏魏醒了，但陈凡是最后知道魏魏醒过来的。当他知道的时候，魏魏干了一件大事，陨落天穹被魏魏击碎了，大量浓郁的气体正从窟窿散下来，落在永夜大陆上，形成一座座鬼矿。而魏魏正满脸得意地趴在平台上，脑袋昂得极高，尾巴如以前样兴奋地不断拍动，只是眼底深处却夹杂着深深的疲惫。少爷，瘸猴低下头，不敢直视陈凡的视线，眼神飘忽的小声道：“我这辈子没瞒过你任何事，这是第一次。主要是我也觉得这样或许会好点。生日快乐，少爷！”魏魏于4月1日便已苏醒，只是苏醒后并未告诉陈凡，而是独自一人东躲西藏的一路从江北跑到了玄武平原，准备独自一人前往玄武天柱破开陨落天穹，在4月18日将此当作生日礼物送给陈凡。但樊玉对玄武天柱的看守极其严格，魏魏抵达的第一时间便被发现，然后消息层层上报，来到了瘸猴手里。瘸猴得知魏魏的意图后，挣扎许久后，还是瞒下了这件事。就这样，魏魏趴在玄武天柱上，不眠不休，不吃不喝，坐定了18日。于4月18日睁眼挥掌，天穹应声而碎，无穷无尽的灵气从9天之上洒向永夜大陆，好像在世人宣告，今日是魏魏老大陈凡的生日。陈凡站在原地沉默许久后，才望向魏魏。他对自己的生日从未有期待，如果从小到大每年生日都有亲朋好友送上祝福和礼物，他自然会期待。但穿越到这个世界之前，他是孤儿，无亲无友，从未过过生日，对生日自然也没有任何期待。就像去年的生日也就那样过去了，他甚至都不记得。只是谢谢。陈凡笑了起来，但随后才望向瘸猴笑骂道：“以后不准瞒着我了。樊玉里如果有太多瞒着我的事情，我会害怕。走，一起去看看，看看企业人心心念念的天外天究竟长什么样子。”他抬头望向头顶那近在咫尺的窟窿，瘸猴咧嘴笑着从一旁角落里搬出了梯子。很快，陈凡、瘸猴等一行人顺着梯子爬上了天外天。陈凡站在原地望向四周，寂静，没有一丝声音，周围什么都没有。头顶没有云，没有太阳，但却有光线，不知光线何处而来。脚下的结界是透明的，像是站在一个透明的玻璃上。这里就是天外天，陨落天穹。企业人想要建立国度的地方，但企业人肯定没来过天外天，否则他们应该就会知道这里不适合人类生活。陈凡抬头望向头顶，他在想头顶会有什么，但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浮现出的一道提示声打断了他。以前往特殊区域陨落天穹，获得特殊配件天眼之眼。陈凡望向这个面板，建筑名称天眼之眼，建筑品级白色，建筑等级1级，建筑模块不可升级，建筑效果
仅可安置在陨落天穹内部，并可监视正下方区域，打造一个天眼之眼，所需10万枚鬼石。陈凡走至一旁角落，很快，伴随着大量白色线条在空中浮现并凝实，一个足足有10米宽的正方体落在地面上，并缓缓嵌入地面结界，和地面结界融为一体。随后，正方体建筑被启动，外壳脱落，化成一颗7、8米宽巨大的眼睛，如天道在俯瞰人间般。他望向灵魂深处天眼之眼所传来的信息，范围极其大。陈凡待在原地，意识沉浸在灵魂深处。这个视角真的很像是天道的世界，而且能不断放大。他不断放大，最后甚至清晰地看见了无名山后山趴在树上的一个知了。这个建筑可接入天眼镇大屏中控台，也就是说，如果他打造足够多的天眼之眼，他可以彻底监控永夜大陆这片海域，乃至整个战争泥潭。战争信息有多重要，毋庸置疑。有了天眼之眼，他可以很轻松地对鬼族实行斩首计划，对其他大陆的重要建筑进行精准性打击，并且一眼便能看见那里是最薄弱的地方。良久后，他笑了起来，从怀里掏出一枚天道石，放在天眼之眼身旁，并选择了天道赐福效果。苍天有眼，天眼之眼可在云层书写信息布告天下，类似大陆晋升的天道通告意象。他微微思索了一会儿后，才在天眼之眼输入了指令。下一刻，整个永夜大陆的所有人都看见头顶的云层在快速搅动，最后形成了一行字：陈凡今天开心。所有人休假，先是茫然，但随后便是兴奋。一是兴奋樊玉竟有这种通天手段，二是放假。自古以来，放假总是令人心情愉悦的。陈凡看得更加清楚，他看见天眼之眼射出了一根细小的猩红光柱，搅动云层，然后才在云层形成了这2行字。这个手段不错，日后樊玉再有什么重要的信息公告，便可用这手段。不但触及的速度更快，最主要是逼格高，这可是天道才拥有的手段。陈凡笑得很开心，望向身后瘸猴等人，大手一挥，干活。瘸猴微微一愣，下意识道：“不是说今天放假吗？”他倒是不抗拒干活，但主要是少爷的命令有些冲突，他得问一嘴。有理。陈凡突然想起这件事，日后每年4月18都是休息日，所有人当天休假，明天再让后勤阁的人来干活。临走前，他打造了数百个天眼之眼留在这里。次日，后勤阁大批人员赶来，开始在陨落天穹的地面结界上铺设天眼之眼。陈凡将其命名为监天工程。1个月后，时间来到永夜新历5月18日，监天工程已经小有成就。目前天眼之眼已经遍布近乎大半个海域，而梵域无名山，陈凡正坐在石屋书桌前，意识沉入灵魂深处，连接到护翼大陆上空的那个天眼之眼上，不断放大之下，精准找到了正躺在巨大摇椅上读报的鬼皇95，嘴里还嘟囔着什么，他听不见。天眼之眼只传画面不传音，看起来挺乖。下一个，他像是一个巡逻在自己领地的雄狮一般，暗个巡视这片海域其他大陆的具体状况。别说，这种感觉还挺神奇，不出门半步，却能知道天下事。RT 护翼大陆躺在摇椅上的鬼皇95打了一个重重的喷嚏，揉了揉鼻子，嘀咕道：“是不是有人想我了？”平淡的日子并不常见，至少陈凡很珍惜这段日子。时间已经来到了永夜新历12月23日，距离保护期结束还剩7天。这一日，陈凡什么都没做，只是独自一人站在江北防线上走着，没让任何人陪同。玄武推进器已在永夜大陆铺设完毕，天眼之眼也在继续铺设，已经铺设到战争泥潭了。他从是星轨里知道了战争泥潭的方位，顺着这个方向一直铺设天眼之眼，自然便可以铺设到战争泥潭。确实很乱，他看见战争泥潭里有很多座大陆在对轰，有的大陆防御全开，只求在战争泥潭的角落里蹭一蹭，有的大陆则是火力全开，彼此对轰，鬼潮漫天，将海水染黑。而令人不太愉快的是，他看见一座在3日前退出了战争泥潭，在战争泥潭附近的海域里原地休整，并且已经调转方向，朝梵域所在的海域赶来。通过天眼之眼，他看见了这座大陆上飘荡的旗帜，荒族是星轨贪心所在的那个3级鬼族，目标极其明确，速度如果保持不变的话，预计20日后抵达永夜大陆附近，也就是在保护期结束后的第13天。陈凡独自一人安静地走在江北防线上，而在梵域大批梵域成员则是已经将战略储备仓库全部打开，将大批的鬼石搬出来。这一战对他来讲至关重要，存了3年的战略储备仓库到了开启的这一日。远在数万里之外，一座大陆正在缓缓移动，而在大陆核心区域，一个高10米的鬼物正坐在宫殿内的王座上，望向手里的地图，身旁下属汇报道：“王，我们已按计划暂时退出战争泥潭，预计还有20日便可抵达永夜大陆。”这尊鬼物没有讲话，只是淡然地望向手里的地图。按理来讲，一座2级大陆还不值得荒族全体出动，只是贪心既然死在了那片海域，这让他内心升起了一丝警惕，毕竟是天谴之地，不容小觑，否则他不会全军出动的。梵域正在铺设城墙的陈凡突然笑了起来。参谋阁那边传来消息，天眼之眼探测到在战争泥潭方位有另外一座大陆向他们这里正在移动，这座大陆人数较少，很多都是左撇子，初步判断为企业人的势力，是一座3级大陆。他偏头望向远处渐渐暗下来的天空，确实颇有一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感觉。一个3级鬼族，一座3级大陆一起来了，这就是梵域保护期结束之后所需面对的吗？挺好，也是，如果是他的话，他也会掐点来。这个时候的梵域确实最脆弱，天眼之眼堪称变态般的监视能力。陈凡一边铺设城墙，一边望向天眼之眼所传回的画面，有些建筑他并未见过，
而那些建筑看起来就不一般。尤其是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从怀里掏出问天绫，描述着有一个建筑，应该是炮塔，安置在城墙上，炮管极长，约莫100米左右，表面有猩红纹路，炮塔基座较大，且刻有天眼2字，应该是比较重要的建筑。有一个3级大路，但只有2座这种炮塔。你知道这是什么建筑吗？很快，问天绫微微晃动，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该建筑名为天眼轨道炮，是红色品级的大陆级战略武器。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这座正在缓缓移动大陆上的这个炮塔。天眼轨道炮，他不知道威力如何，但他不太想让永业大陆作为靶子来试试。这座大陆比荒族路程远一点，荒族大概率在20日后抵达，这座大陆在22日后抵达，不是同一时间抵达，他还有机会。当他的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他也会有天眼轨道炮。护翼大陆，鬼皇95正身穿95格阁主服饰，面色严肃地站在一批鬼皇身前。7日后，永业大陆保护期正式结束，并于当日晋升至3级大陆。而在20日后，3级鬼族荒族将会抵达永业大陆，并对樊玉发起突击，并且在22日后，还有企业人所在的3级大陆会抵达永业大陆。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樊玉灭亡，我们养老一族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大敌袭来，接谕主令，需派出一个鬼皇，带领一批鬼巢，在荒族路线中途等候，想办法加入荒族，从而在关键时刻里应外合，一锤定音。谁去？鬼皇95说是在询问，但视线却落在了向阳身上。他的老部下鬼皇固然忠心耿耿，但灵智方面却差了点。向阳是他见过开智程度比较高的鬼皇，他的军师也不错，但他的军师不是鬼皇，对荒族来讲没有吸引力。向阳就不错，脑子灵活，也有实力。6日后，距离永业大陆保护期尚有最后1日，陈凡已经停下了手中的所有工作，在瘸猴的陪同下，站在江北防线望向海平面的落日。城墙已经打造完毕，在城墙异化的军事分支下，建造城墙的消耗降低了很多。如今永业大陆只有一道防线，那便是永业防线，数万公里的10级城墙将整个永业大陆都围了起来。而在樊玉，各个部门都在忙碌着自己的事情，进行着最后的收尾工作。商格的对外探索非洲已全部召回，一切正常启动。崎岖岛上已经是商格探索组副组长的张太平，在检查完所有安置在这座岛屿上的旋天推进器后，才高声下令。下一刻，伴随着旋天推进器的启动，阵阵碎裂的声音传来，崎岖岛开始缓缓移动，目标护翼大陆。大战将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他的任务就是将樊玉所拥有的5个稀有岛屿全都运到护翼大陆附近。这些稀有岛屿也都是樊玉的重要资产，必须保护起来。尤其是崎岖岛，这不仅仅是一座稀有岛屿，更是一个念想。这个岛屿对樊玉的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护翼大陆，鬼皇向阳望向不远处渐渐消散的虚幻玄武，在出门之前，虚幻玄武需要解除。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不需要晨跑了。在集合部分鬼巢的间隙，他在养老一族的城池里转了许久。他从未想过鬼物也会有自己的城池，在这里生活的2年时间，是他此前从未经历过，也从未想象过的，可以说是他鬼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老大从不叫他七皇，而是向阳。七皇是他以前最大的荣耀，而如今他最大的荣耀是向阳。如果非要加个前缀的话，也可以说是樊玉95格鬼皇向阳。他对樊玉没有抵触，但如果老大离开樊玉了，他也不会对樊玉有太多留念。走了，准备的差不多了。向阳带着一批鬼巢，站在护翼大陆的岸边，望向自己的老大鬼皇95，笑着道：“凯旋归来。”95比向阳高很多，右手重重地拍在向阳肩膀上。好，向阳笑了笑，最后看了眼护翼大陆，转身离去，没再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带着一众鬼巢入了海，朝远处游去。他会归来的，他会迎着太阳盛大归来，等待他的将会是老大那赞许的眼神和满是好酒好菜的庆功宴。他对樊玉没老大那么深的感情，但既然老大希望，他愿意去做，只因老大是第一个将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鬼去看待的鬼。在老大眼里，自己真的是他兄弟，而不是一个工具，是一个在遇见危险的时候会说你一看就没什么战斗力，躲在我身后的老大。这样的老大，他以前没遇过。他想，世间可能也难有第二个。参谋阁内，参谋阁阁主万岁正望向天眼镇大屏，快速查看樊玉一座座建筑的情况，主要看是否通过铜管接入鬼火，以及重要地段的铜管是否已经虚幻化。他面色颇为严肃，嘴唇泛白，状态很不好。他对樊玉的了解比很多阁主都要多，他知道这场战役对于樊玉来讲意味着什么。或许是樊玉的胜利太多了，所有樊玉成员乃至永业大陆上的百姓对这一战都很乐观，坚信樊玉永不败。但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如果真正熟读樊玉史书，便会知道樊玉并不是永不败，甚至还在江北雨季的时候，便因为肉虫鬼巢的冲击，将营地前移到了无名山，那是第一败。他对樊玉史书近乎了如指掌，尤其是在上面有了自己的名字后，更是时常把玩欣赏。万岁正在查看天眼大屏上一个个建筑的信息，距离保护期结束只有1日了，留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已经不多了。但他突然想到了什么，面色瞬间煞白。樊玉数年以来的拼搏努力，将在一朝万劫不复。
无名山1号洞穴石屋内，陈凡正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桌前发呆。该做的他已经都做了，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接下来的这一战，或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战。输了，一无所有；赢了，新的开篇。就在这时，门被撞开，万岁踉踉跄跄、面色煞白地冲了进来。陈凡见状，轻叹了一口气，他不愿看见万岁这副模样，这往往意味着不是什么好消息。狱主，万岁站在书桌前，面色难看的沙哑道：“我们将天眼之眼扑到了战争泥潭的方向，从而监测到了皇族和企业人所操控的一座3级大陆在向我们袭来。但我刚才突然反应过来，有更多方向是我们天眼之眼还没有铺设过去的。我担心我们接下来所面对的敌人可能不仅这2个，还有更多，只是不在我们的监视范围。可能有更多敌人。如今的樊玉，同时面对荒族和企业人所在的3级大陆是极其吃力的，战败几率很大，但还是有一些生机。可如果还有其他势力袭来，那樊玉也不再有一丝生机。逃吧！”万岁甚至感觉自己声音有些发颤，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说出逃这个字眼，这不是他的风格。但此时此刻，他只感觉敌人如山崩般压着他，喘不过气来。只要活下去，就总有机会的。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万岁，沉默了许久后，才起身走向一旁的鬼皮地图，轻声道：“你说的这一点我知道，没告诉你，不想让你有太大心理压力。这一战不能逃，荒族是樊玉唯一的解药，我们必须拿下荒族，掠夺对方在战争泥潭里的生存时间，才能有真正活下去的可能。否则今日玉威逃了，那明日呢？后日呢？总有一日无法逃，需要径直面对，按照原计划执行。假若上天并不眷顾我们，我也安排后勤阁人员这些日子种植了大量呼吸藤蔓，并准备了大量泥土、粮食等基础生活设备，正源源不断运往天外天。一旦战败，所有人迁移至天外天，度过余生，忘记樊玉，忘记过往。”陈凡安静地望向挂在墙上的鬼皮地图，轻声道：“或许事情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糕。倘若真到了那一刻，我就不走了。那先生以前跟我吹了很久，说永业大陆很硬，可以随便和其他大陆撞。到时我想试试究竟有多硬。好了。”良久之后，陈凡从鬼皮地图上收回视线，望向万岁，轻声道：“继续按原计划进行，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如有意外，那是你我的命。得任新大陆。”好猫带着撒哈拉大陆之主乘坐非洲来到新大陆，商阁副阁主张大毛负责亲自接待。在海面上海悬浮着数百艘非洲。张阁主，好猫面色严肃且认真的一字一句道：“我不知道樊玉是怎么看待我们好猫大陆的，但如果我们真要被一个3级大陆统治，我更希望那个3级大陆是樊玉，而不是其他势力。樊玉玉威，这是我们尽自己所能资助的一些资源，不求回报，但求樊玉成功度过此劫。这是1000亿枚鬼石。”好猫深吸了一口气，沙哑道：“这是好猫大陆和撒哈拉大陆带来的所有鬼石，各占500亿枚。它只是一个2级大陆，还在2年前给樊玉了一批鬼石。这500亿鬼石，说句有些狼狈的话，那是他砸锅卖铁凑出来的。这批鬼石给出去，好猫大陆几乎没有任何军事底蕴了。”张大毛默默地望向眼前2人和2人身后悬浮在海面上的大批非洲。樊玉有保密条款，他无法告诉2人樊玉的敌人是谁，只能在沉默许久后，将右拳缓缓砸在左胸上。狱主要是缠身无法亲自接待，让我转告2位，倘若樊玉能度过这次危机，以后撒哈拉大陆和好猫大陆将在樊玉拥有最高的礼宾待遇。2位的敌人便是樊玉的敌人。这1000亿枚鬼石，我代樊玉收下了。你客气，待我向陈狱主传话，就说我好猫信他，这次肯定也没问题的。1日后，阵阵碎裂的声音在永业大陆上空响起，时长3年的保护期正式碎裂，浓郁的天地灵气从9天之上洒向永业大陆，准予升格。如上次一样，数亿万道极细且成淡金的丝线从高空垂了下来，随后在永业大陆上空形成了4个金光闪闪并极其巨大的字。这意味着永业大陆从此沾上了世界级的舞台，真正可以在这方天地间拥有自己的声音。这4个大字在空中足足持续了1炷香的时间之后，这4个字才化作雨水，再次洒向大陆。陈凡在瘸猴的陪同下，站在江北防线上，感受着这场清凉且久违的雨水。永业新历04年1月1日，樊玉晋升突破至3级大陆。他轻笑着望向远处，保护期结束了，围绕着雷雨海域的大批鬼潮开始发狂了一般，朝永业大陆发起了冲锋。只是数万公里的10级城墙将永业大陆保护在其中，只待进入射程，一门门20级的式神炮开始疯狂咆哮。当一枚枚猩红光弹落入鬼潮中，一边倒的屠杀开始了。这批曾经覆灭了新大陆的那批鬼潮，在面对永业大陆时显得极其无力。少爷都在这儿了，瘸猴上前轻声道。陈凡转身望去，身后摆放着后勤阁成员搬来的99座天道炮。他轻点下头，将手放在一座天道炮上。下一刻，这99座天道炮开始融化，并化作猩红液体，开始快速定型凝固，眨眼间便凝实成一座巨大的炮塔。炮管有猩红纹路，而那极大的炮塔上还刻有天眼2字，这便是3级大陆的几乎最强城防建筑——红色品级大陆级战略武器天眼轨道炮。他望向其面板，天眼轨道炮开一次火的代价为1000亿枚鬼石，堪称是天文数字。一座2级大陆的底蕴全部挖空，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数字，一炮下去就能打空一座2级大陆的所有家底。好在继承了天道炮的消耗减半等效果，再加上噬魂雕塑、黑暗科技弹药消耗等，天眼轨道炮开一次火对樊玉来讲只需消耗135亿枚鬼石，虽然依旧代价较大，但已经是樊玉一个比较可以承受的消耗范围了。1座不够，按照计划需要10座。只是就在他准备动身之日，那先生突然浮现在身旁。陈凡，永业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那先生的望向陈凡，轻声道：“还记得我说这3年一直在吞噬你上次获得的那个原始大陆隧道？
片吗？如今已经彻底吸收完毕。永业大陆变得更加坚固的同时，拥有了一定的正统性，并且我将大阵融入你的永业防线中。你的永业防线变得更加坚固的同时，也有了原本大阵的作用，对鬼物有很强的克制效果。陈凡望向海岸边，大量山脉在海岸边凭空升起，又快速融化，融进他的永业防线里。他对那先生点了点头，示意自己知道了后，才起身走向一旁的传送阵，准备去在永业大陆各个角落快速部署好剩余的9座天眼轨道炮。就在陈凡刚刚将天眼轨道炮部署完毕，便收到了参谋阁的紧急传信。参谋阁内，陈凡站在天眼大屏前，望向巨大屏幕上，一个猩红光束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永业大陆击射而来。以这速度，最多还有300息便会抵达新大陆。这道猩红光束旁边还有一个小条框，检测为战略级通天柱，内含20级天道炮的全力一击，预计抵达时间尚剩余300息、299息、298息。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这根天眼大屏上的猩红光束，企业人所在的那座3级大陆发射的。看来对方好像很清楚永业大陆保护期具体是什么时候结束的。大陆尚在数万里远，但攻击已袭来，而这次被打击的目标是樊玉。